这期我们聊一聊科技巨头们的数据中心扩张所涉及到的钱的问题。当大家都在拼命建机房、买设备、抢电、抢算力的时候，钱从哪儿来？谁的现金流扛得住？谁要靠借钱硬扛？谁的财务基本面出问题？这些问题会直接决定未来谁的股价更稳，谁更容易被砸盘。前几期内容一直在讲电网、并网、资本支出等等，但那些都是物理层的瓶颈。今天我想把镜头推进一点，物理层要扩张，必须要有人先付钱。2025年这批巨头的融资动作明显更密集，市场已经在讨论2026年是否还会继续加码。巴克莱的预测是2026年美国公司债发行总量可能达到2.46万亿美元，净发行大概9450亿，比去年多30%左右。然后更关键的是，五大云巨头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、微软、甲骨文去年合计发行了大约1210亿美元的公司债，而20年到24年这5年，平均每年才280亿左右。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，这不是多一点，而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。所以 AI 基建不再只是用现金扩张，而是变成了用资产负债表扩张。而资产负债表这种东西，一旦开始变形，市场的反应会非常快。再来看美银的分析师估算更夸张，未来3年五大巨头平均每年可能要借1400亿美元，极端情形下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。所以 AI 正在把这些公司推成债券市场里的超级大户。首先我要明确一点，我不是说债务等于有风险，我也不是说这些巨头明天就要开始大跌。债务本身不是坏事，很多好公司都有债，这非常正常。真正让市场警惕的是两种情况。第一种，自由现金流被资本开支吃得很薄，公司当然能赚钱，但赚到的钱大部分又被拿去盖机房、买服务器、建供电系统，最后剩下的自由现金流很少，那它就会越来越依赖外部的资金来保持扩张速度。第二种，现金垫子不够厚，但扩张的承诺却很激进。也就是说，我想跑得更快，但是口袋里没有那么多可用的现金，于是就要用债务、租赁、项目融资这些方式把扩张续上。这时候市场开始盯，一旦周期不顺或者融资成本变高，压力会不会被放大？只要看懂3样东西，就能判断压力从哪儿来。第一样是真现金，不是总资产，也不是市值，而是公司手里随时能用的现金，加上流动性很好的短期投资。第二样是有息负债，借的钱多不多，利率高不高，未来1到2年到期会不会挤在一起。债不是原罪，而高利率加扎堆到期才是麻烦。第三样最关键，公司做生意实际赚到的钱跟扩张花掉的钱哪个更大？做生意进来的钱叫经营现金流，而扩建买设备盖机房花的钱叫资本开支。经营现金流明显大于资本开支，这叫用自己赚的钱来扩张。而资本开支追着经营现金流跑，甚至超出去，那就会越来越依赖融资，市场也会更敏感。所以到这里你肯定明白了，这波数据中心不是谁会讲故事谁赢，而是谁能在把自由现金流压穿的前提下持续扩张。好，接下来我把几家公司放到一起做对比。这期我们只聊云算力的供给侧，也就是那几家真正靠云服务吃饭，需要大规模盖机房的公司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和甲骨文，再加一个特殊的 Meta。 它虽然不是传统的云厂商，但它烧钱和扩张的强度完全不输前面几家，所以单独拿出来看。先说微软，最近一期披露口径下，微软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大概是1000亿美元级别，而债务规模明显比现金小一截，所以你从还债能力这个角度看，微软不是那种会让人担心的类型。微软真正的看点不是债务危险，而是它会不会为了 AI 继续把资本开支推得更猛，从而让利润率短期更难看。也就是说，微软更像是我有钱，我愿意砸，但是市场担心的不是砸不砸得起的问题，而是砸的值不值，还要砸多久的问题。谷歌这边更简单，属于现金王者，他手里的现金加短期投资非常的雄厚，而且债务也很轻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经营现金流对资本开支的覆盖能力非常强。所以谷歌的风险点也不在债务，它更像是资本支出如果继续上修，那么市场会重新定价它的利润率和回报周期。但是如果单从财务安全垫来看，它属于第一梯队里最稳的那种。
接下来是亚马逊，这家公司最能体现我在开头说的那个风险点，不是没钱，而是钱被资本开支吃得很薄。亚马逊账面上的现金其实不少，但如果你把它的经营现金流和资本开支放在一起对比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惊人的趋势：赚进来的钱虽然很多，但花出去盖机房、买 GPU 的钱追得更紧，甚至在某些季度，自由现金流被压得非常难看。就在本月，亚马逊刚刚确认了1.6万人规模的新一轮裁员计划，这不仅是单纯的省钱，更是管理层在向市场表态，说明他们很清楚，在 AI 这轮烧钱无底洞面前，如果不把运营成本压下去，财务报表是扛不住那么大的资本开支的。所以看亚马逊，不要只盯着它的 AWS 业务增长了多少，要盯着它挣的钱和省下来的钱能不能覆盖掉 AI 基建多花的钱。如果覆盖不住，它的自由现金流拐点就会推迟。再说 Meta 不是云厂商，但它的 AI 投入强度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到。Meta 的特点是现金垫子没有微软和谷歌那么厚成山，但它的经营现金流的造血能力很强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结构。只要广告主业稳定， Meta 的现金流可以持续供血，而一旦周期走弱，同时资本开支仍然保持高位，那么市场就会敏感。所以 Meta 这家公司的风险不是马上缺钱，而是它的安全垫不如那两家厚，但是它的扩张却很激进，估值容易被情绪放大。所以你看它最重要的不是纠结那1-2个季度的利润，而是盯管理层到底愿意把 Capex 拉到什么高度，而持续多久。最后说一下甲骨文，甲骨文在这哥几个里是最刺激的那位，因为它的财务结构是最激进的，它非常符合我前面说的第二种敏感结构，净负债重，现金垫子相对薄，而且自由现金流一段时间内是负的，但是它的扩张计划还在加速。甲骨文的逻辑其实不复杂，他想把自己的云服务做大，挤进第一梯队，所以必须要疯狂的扩建数据中心，所以它的杠杆率在同行里一直处于高位。他非常敢借钱，而且也必须借钱，因为他是云市场的追赶者，为了挤进第一梯队，他必须在现金垫子不够厚的情况下强行拉高资本开支，这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赌注：以债务换增长。如果云业务能维持40%到50%的高增速，那么高杠杆就是加速器，它的股价会飞。但只要增速稍微一掉队，庞大的债务和利息支出就会瞬间变成绞肉机。所以甲骨文不是马上要崩，但它在这5家里属于最需要财务纪律证明的那位。你必须持续的用结果去证明你的扩张是能够变现的。现在已经进入财报季了，而这几家公司也马上会公布最新的财报。你拿这个框架去看接下来的财报会非常好用，千万别只盯着营收、毛利、EPS 这些，还要盯3样东西：经营现金流有没有变弱，资本开支有没有继续上修，而自由现金流有没有继续承压。如果这3样一起变差，那么股价的反应通常比你想的更快。另外提醒一下，甲骨文的财年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他下一次发财报可能要等到3月中旬，所以后面2周在其他巨头混战的时候，甲骨文会是一个跟随者，但等到3月他单独亮相的时候，那个波动率通常会非常的惊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期的内容就是一次体检，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这种形式比较好，我就把它做成固定栏目，每个财报季更新一次。如果大家有其他有兴趣的内容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， 我们下期见。